我竟然在今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才发现到，昨晚竟然是 Apple Launch 啊！我身为一个 Apple 的新 user， 当然是要关注一下。可是没想到，我看了它的 launch 之后，I'm impressed。iPad Pro 用 M1，iMac 用 M1。好，今天我就要简短的做一个 Apple Launch 的懒人包啦。虽然已经很多人做好了。首先，他们先推出的是他们的环保概念。Sorry， 我比较肤浅啦，这个东西我就 skip 过，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太有兴趣啦。OK。在这个长达1个小时的 launch 里面呢，它提到了4个主要的产品 ：Apple TV 4K、iMac 还有 iPad Pro。第一个 ，iPhone 12 and iPhone 12 mini 竟然出了一个紫色为什么要出紫色呢？为什么要出多一个颜色呢？是不是要出多一个颜色，然后人家就会紫色的 iPhone 呢，我喜欢，然后再冲动又再买多一轮？第二个提到的东西就是 AirTag 啦。我到底对这个东西有没有 impress 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它就是一个 Bluetooth tracker， 包括今年 Samsung 推出的 Smart Tag， 虽然我当时也是 unimpressed， 可是它是联合这个 Find My 的 app 来一起去找到你遗失的这个东西，所以它就是强。而且 product 还没有出，它的 accessories 就已经出得好好的咯，包括这个锁匙扣还有 Hermes 的 leather。Oh my god！ 我自己本身啦是有用过 Bluetooth tracker 的，我可能比较论准一点啦，那整个 Bluetooth tracker 我都弄不见掉了啦。所以如果买了这个 AirPlay， 我把它放在我可能会弄不见的东西，可能我的这个 tracker 会先不见掉因为是为什么要把 AirTag 挂在我的 bag 或者是钱包外面呢？像如果是我把我的 bag 放在一个可能我会不见掉的地方，我就把它放这。可是经过的人都应该知道 ，Oh my god， Apple 就偷掉了。你会安心把你这么贵的 AirTag 挂在你的钱包或者在你的 bag 上，然后放一边吗？我好像不会了。所以 AirTag 的 accessories 是废的。第三个 Apple TV 4K，OK， 这个开始精彩了。它提到它是用 A12 Bionic Chip， 它还多了一个新改良的 Siri Remote， 它的操控非常的方便，又可以按又可以转，还有它旁边有一个小按钮，可以立即让你打开 Siri， 有一点 iPhone 的感觉。至于这个 Apple TV 4K 多少钱呢？32GB 的是$179，64GB 的是64GB 的是$199，基本上呢是很便宜的，比我想象中便宜很多诶。我们来看一下 Malaysia 买到没有啊？Wait， Apple TV 4K。Apple TV 4K 不是一个 TV 来的吗？好像不是来的OK， Malaysia 是买得到849块起就可以买得到。问题是 Apple TV 4K 原来不是一个 TV 来的Oh my god， I'm so dumb。它是一个 TV box OK。接下来就是传奇的东西了 ，iMac 终于换了新 design， 它变得超薄、超轻，之外，它里面用的是 M1。相信各位大家已经非常了解 M1 了 ，M1 就是传奇 ，M1 就是厉害。有 M1 就赢了，什么都不用讲了 ，OK？ 这一次的 M1 加上它新的 Operating System Big Sur 是非常棒的一个搭配。至于有几棒呢，我自己还不知道 ，sorry 啊。这次的 iMac 有7个颜色，本来这7个颜色我看起来是觉得哇很美啊，哇很色彩缤纷的，没有想到它的歌真的替它加分很多啊。Color me, love is better in color. OK, sorry， 但我没有唱过。这个 iMac 是24寸的啦，因为它屏占比的关系，它其实体型上会比上一代21.5的大一点点而已哦。Screen 的部分是 4.5K 的 Retina Display。4.5K，Oh my god， 好可爱的数字。调色也一样是 P3 啦，500 nits 也支持触痛。刚才就有提到它超级的薄，只有11mm。你看他们主要的东西就是要把它做到从旁边看起来好像没有电脑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很像我嘞？这一台 iMac 是少过5kg 的哦。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么轻、这么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 M1 啦，它是神奇的 SoC System on Chip。
没记错的话，嘿嘿嘿。也就是说，它的 CPU 啦、GPU 啊、RAM 啊，全部都是聚集在这个 M1 身上，所以它可以做到更薄、更小，而且它散热系统也很好。This is why 它的风扇缩小到这么小，只需要2个卡在这个 M1 旁边就可以了。也代表说，风扇越小，噪音就越小。它提到大概是小过10 decibel 哦。我们来看一下10 decibel 是多少。Rustling leaves， 小声过 whisper。M1 的功能真的是太强了，而且它推出已经一段时间了，相信大家都比我还要了解。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想了解更多的话 ，M1 到底厉害在哪里？可以在下面 comment 哦，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做了一点点的功课，可是我觉得这个影片讲下去会太长了，我才讲话这么快，我上字幕会上到死掉。我跟你讲，他也提到了这个 iMac 的相机啦，它是 best camera among iMac 1080p 的 FaceTime camera， 再加上 M1 的 ISP， 它用一层一层的方式来净化、来改善你的这个画质啦。所以你在 video call 的时候、FaceTime 的时候，从早到晚光线不管怎么变，你的画质都是非常棒的。这样就可以拿来做什么嘞？就是给人知道我用的是 iMac。再加上它有3 mic array， 它可以降噪 focus 你的声音 ，speaker 也大大的升级了，它加了2对 cancelling woofer， 就把它加在旁边啦。之前我在后 High Tech 里面就有提到什么是 woofer 呀。Oh, you've forgotten！ 一种是 woofer， 一种叫对的。woofer 是 for 一个 better bass 的，所以它把这个 woofer 加在旁边，去缓和掉它的震动，从而达到更好的 bass。至于旁边还加了一个 tweeter 来做到更好的高音。这个 iMac 左右各有3个，所以整个 iMac 总共有6个 speaker， 制造更好的 spatial audio。它插电的 cable 也是很厉害哦，是用 Mac 那个啪就打下去，很像 MagSafe 的一种功能。所以我真的觉得 Apple 可能过1年、2年，基本上就不会有洞去给你插了，它都是啪 Mac 给你打下去的。性能的部分 ，M1 好，它提到嘞，这个 M1 就比上一代快了85%的 CPU，GPU 部分就比上一代的快了2倍。在这里想要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到底快85%比较快，还是快2倍比较快？在下面 comment。我要看有没有人真的是一下子 K 一下by the way， 他还提到一个我稍微有点心动的东西 ，Final Cut Pro 它可以剪5条 4K，5条 4K 到底是怎样？羡慕哎！刚才也有提到它有7个颜色哦，7个颜色哦，包括它的 Magic Keyboard 跟 Mouse 跟 Trackpad 都有配的颜色哦。配的颜色 matching colors 啦 ，I mean ，Magic Keyboard 就有3种啦。第一种是右上角给你 lock 电脑的，第2种归脸的。右上角是一个 Touch ID，Oh my god， 这是第一个 iMac 有 Touch ID 的哦。这个 Touch ID 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呢？你在一些付款啊，或者是解锁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指纹去把它解开。除此之外，使用不同人的指纹去开，它就可以帮你 switch user， 可能是有点像那个MySpace 那个可以用不同指纹去开，就可以开出不一样的 space 出来。第3种就是有 Touch ID 还有 Keypad 的。至于这个 Magic Mouse 跟 Trackpad， 就是 Magic Mouse 和 Trackpad 了。Once again， 他还是提到了这个 iMac 到底有几环保，他们已经做到 100% carbon neutral。Once again， 我还是不太介意的，我只在意它多少钱，各位大家亲爱的。马币分别是5599跟6449起，贵一点的到底差别在哪里呢？贵一点的多了一个 Core for GPU， 可以 upgrade 到 2TB， 你的 Magic Keyboard 有 Touch ID， 稍微重 0.02 kg， 多了2个 USB 3 ports。就没了。OK， 坦白这样子看下来了，我是真的很心动一下的。它的外形很好看之余呢，它整个东西都看起来非常的有连贯性了，而且它是 M1， 亲爱的，有谁可以抗拒得到 M1？ 我当时就觉得，maybe 我可以 try iMac， 突然间 iPad Pro 竟然也是用 M1， 没错，它的这个就是 M1 加上 iPad OS 啦。如果 Tim Cook 是一个 Cook，M1 就是它的 MSG， 什么鬼都加 M1 就对了啦。一样啦 ，M1 就是有8个 core 的 CPU 跟 GPU， 而且他提到这个是比上一代快了75倍的 CPU performance，GPU 是快了1500倍。你可以不要开玩笑嘛，1500哦，跟第一大比是吗？可是它是
更说服你的这个他没有讲过，你是上3代哦。好，谢谢。正因为它是如此快的 CPU 跟 GPU 啦，所以它里面提到很多例子都是可以给你更快、更好的 render 3D 的东西，可以在 LumaFusion 剪 4K， 可以做更好的 AR 跟 Painting 画画，它的 render speed 都可以做到更快、更 real time。之外，它的 gaming 也可以 support 到 PS 跟 Xbox 的 controller， 而且很夸张的是，它的 storage 跟 iMac 一样，可以 upgrade 到 2TB 的 storage。我当时一听到 2TB， 我就like多少钱？Apple 的 storage 全部都要算钱呢，每一分每一毫都要钱呢。Camera 的部分也是它相当强大的啦，有 LiDAR scanner。这一次它举例了 LiDAR scanner 可以做的用途，我真的觉得哇哦 ，You improved。之前想当年，他解释这个 LiDAR scanner 的时候，他竟然用可以在 low light auto focus 来作为一个例子。OK，it works。But LiDAR scanner 真的可以做到更多更厉害的东西。这一次，他很好的举例了，我感到欣慰了，欣慰个头啊！不比我厉害这样多，还要我替他欣慰啊！其中他提到了 Camtrack AR 啦 ，3D 的 AR 也可以做出来，而且 Real Time Shadow 全部跟你算到准。至于 Front Camera 的部分是 True Depth 的，给你有一个 Face ID 啦，而且它加入了12 megapixel 的 Ultra Wide。Ultra Wide 可以拿来做什么 ？Oh my god！ 它有一个 Center Stage， 也就是说你在 Video Call 的时候，它可以跟着你的头移动、放大、缩小，所以你在 Video Call 的时候不用再找镜头啦，你这样子它就会扫过来，你这样子就会扫过来，就可以拍那个 TikTok 来了。可是呢，在这里要泼一下冷水啦。其实这个功能，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这个 Facebook Porter， 也一样是在你的 Video Call 的时候，它可以跟着你的脸这样动啊。突然间有人加入的时候，它也会照一下那个脸，就把它放大出来。所以 Apple 蛮尼布啦。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蛮 impressed 的啦，因为目前好像没有电话把这个 feature 放进去的。现在不是讲你会不会做这个 feature， 是你有没有想到要把它放进去的问题。That's why 啊。讲了这么多 ，iPad Pro 到底几大？是12.9寸的 Liquid Retina XDR。那一款11寸的就只有 Liquid Retina， 不要看错哦。它的亮度1000 nits， 所以 Pix 是1600 nits。它里面到底有多厉害啊？里面有10,000个 mini LED， 比上一代只有72个，72个 LEDs。所以我相信这个10,000 mini LED 真的可以做到更高的 dynamic range， 做到更漂亮的一个 display。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明天。它的厚度是6.4mm，6.4mm， 当一代最研究啊。主要也是因为加入了这个新的10,000个 mini LED， 所以它这一代的 iPad Pro 会比上一代的稍微厚了一点。Speaker 就有4个 speaker 啦，而且这个广告我觉得它超级的帅，它就啪，一次过把 iPad Pro 所有的 feature 给你炸出来。变成一个薄薄的羽苗，这样飘羽苗，轻如薄如蝉翼，是吧？轻如鸿毛，理轻情意重。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轻这么薄呢 ？Once again, thanks to M1 Accessories， 它一样是支持了 Apple Pencil、Scribble， 还有 Smart Keyboard Folio， 还有 Magic Keyboard 的。But too bad, so sad， 因为它变厚了之后，它就不能用回上一代的 Keyboard 了。有一个新的白色，好了，买新的啦，哥哥。最后，它也收集了很多来自不同 corporate 的专家们啦，有 LumaFusion 啊、Procreate、Adobe 啊等等，所有的专家们来 review 这个 iPad Pro。我相信每个人都闻了，mind blown。其实对我来讲也是有点 mind blown。尤其是我下午的时候喝了一点 coffee 冰啊，我这个是可是我现在比较冷静一点了，看得出来吗？我稍微比较冷静一点，没有那么激动了。可是我真的很 impressed 于这个 iPad Pro 里面使用了 M1， 我想要 try M1 了。不是这个 M1 了，我上次拍了这个 M1 给人骂 clickbait 的。每一个专家都给出了很多很厉害的例子，我看到都怪哇，真的是这样厉害没有哦？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在弹钢琴的时候，只要把你的 iPad Pro 放在你的钢琴前面，它就可以自动 detect 出来，然后变成一个谱，还可以画画变成 AR， 变成直接在你的 bicycle 上面。Oh my god！ 还可以变成你的 tennis coach，real time 跟你侦测你到底的球是 in 还是 out，in 还是 out，in 还是 out。哦，这样我又突然间想到一样事情哦。我其实，在 Uni 的时候有一个比赛是要你设计可以打 badminton 的 robot 啦。可是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就是你要写 programming 去 detect 还有 predict 那个羽毛球会飞到哪一个方向，还有它几时会到。
可是如果我用了这个 iPad 的 LiDAR scanner 呢，它就可以 real time 的知道我的球飞到哪里去啊，我就可以用 code 这样子咚这样打回去了咯。所以这个 iPad 还可以用来做 robot 哦。重要的时刻来啦，到底价钱是多少？OK， 这个价钱非常的悬殊。首先，他提到的11寸呢是 USD 799，我听到799的配套，马币大概是3499，12寸的 iPad Pro 是799马币。听起来这个价钱非常的 affordable， 可是这个是128GB 的 ，which is 最低配的。我找了一个它最高配的，刚才提到的2TB 啊 ，Cellular 啊，10399。My God, iPad Pro 要1万哦！可是坦白讲了，我真的觉得这一次他们推广这个 iPad Pro 是真的有达到 consumer 的心态的。我相信很多人在买 iPad 之前都有这个心态，就是哇，我想要一个 iPad 了。可是我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哎？我还看过一个 saying 啦，是讲你买 iPad 的时候，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这一次的 launch 就很好的替你分析了种种的用处们，他给了很多例子，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给 professional expert 们，可以怎样用这个 iPad 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果然我看了之后，我不是 expert， 我看到都有一点Maybe I can get one. As a conclusion， 他提到了4个产品。第一个，紫色的 iPhone 12跟 iPhone 12 mini、AirTag、Apple TV 4K、iMac with M1、iPad Pro with M1， 而且 iMac 的 design 真的是很好看，非常薄，事隔这么多年终于改 design 了。我相信很多果粉们应该都非常的期待，想要去看一下它的真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给我想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拜拜。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soon. Have a great day. Color me, love is better in color. Okay.